以说冰雪赋予了东北很多有意思的活动。这是阿树闯东北第48集，也是最后一集。历时2个多月的东北旅行即将结束，在离开东北回家之前，我最后去了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这3座城市。本集影片，我和你去看看冬天的这3座城市有怎样的景色。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在齐齐哈尔市的第2天早上啊。我们能看到这个清雪的工作是否给力，会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出行。您是在齐齐哈尔市生活多少年了呀？哎呀，生活70年了。楼房，看这楼房这家伙多。首先全是平房，哎呀，全是平房啊，都是坑洼坑洼土道啊。一过车崩一身水泥。这道修的多好啊，以前没有这么好。有挺多道都修了，可好。来东北2个月了，其实好早以前我就听说嫩江这条河流了。嫩江呢，它是黑龙江跟内蒙古的一个界江，它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北路的，全长是有1370多公里啊。它是松花江最大的一个支流啊。现在我们穿过齐齐哈尔市的很漂亮的龙沙公园，走到嫩江江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龙沙公园啊，这是齐齐哈尔市最著名的，有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城区里面的公园。它建于1907年，即清光绪33年，是清政府营建最早的官办公园，占地面积为64公顷。而且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市现存历史遗迹最多和最集中的地方，有藏书楼等7个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象亭、遗爱亭等11座亭台楼阁，岛内有8桥6岛。你看好多小鸟啊，就到了。这应该是一个临江的阁楼啊。这是阁楼的1层啊。好风啊，好大，好冷。俯瞰一下齐齐哈尔城区吧，那边挺多高楼啊。这里有一座寿山将军的一个雕塑啊，黑龙江副都统等职。光绪26年，沙俄在黑龙江左岸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炮、江东64屯等惨案，焚毁爱辉村古城。寿山带领军民奋起抗战，下令围攻盘踞在哈尔滨的沙俄军队，但在投降派吉林将军长顺的破坏下，三清殿，这里有一座寿公祠啊。现在我们到湖面去看一下。你看这条路多漂亮，两边是这个槐树啊。因为这个可能结冰没太久啊，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水的。刚才航拍我就看到了有几十个人在这里铲雪，在冰面上有好多裂缝了。夏天1天到现在已经5天了，每天上午都去来清雪的，我们都60、70岁的人了，我们坚持这个咱们百姓鹤城百姓的出行方便，这到公园锻炼身体，我们每天都上午都来清雪。好，谢谢你们的劳动啊，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娱乐的地方，谢谢。
眼前都是鹤城齐齐哈尔市的一些退休职工啊。大姐说了，就是清理出一块空的一个冰地，方便大家在这里跳舞啊，或者滑冰啊等等的一些休闲娱乐、健身活动啊。这还挺滑的。今天还有阳光，多好啊！晚上都没有光线。啊，这个冰还结得不牢啊！我感觉这一脚踩下去踩到水了。我发现它湖面上每不同区域它的那个结冰的坚硬程度都不一样。你像我刚才踩到那里，这个脚直接陷到那个冰水交融的地方了。像这边我感觉就结得比较实了。前面就是嫩江了，可以理解成这一个叫龙沙公园里面的这些湖泊吧，它跟嫩江是相连着的。我可真是太羡慕他们了。我观察了一下，在上面滑冰的，好些是50、60岁，甚至60、70岁的一些老人啊，他们呢很娴熟的在冰上，就是做一些很飘逸的动作。所以说，冰雪赋予了东北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人挖了一个水池啊，在冰上，然后冬泳。我看有一些滑的还挺专业的，让我想到奥运会的选手啊，他还戴了一些那个很专业的安全帽，而且呢，他们滑的姿势是那种把重心压低啊，滑得非常快，感觉像是已经接近专业选手的感觉啊。就是那一位大哥他主持的，他就是组织大伙这个滑冰爱好者早上呢就来到了这一条是嫩江的一个内江上面的一个河道啊，把这些河道上的积雪扫开了以后呢，就露出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冰层啊。这个冰层应该是足够厚的，应该是有30、40公分这么厚。现在73岁，能有42岁就滑，就滑了30多年了。现在已经滑不动了。你看这动手都系不上鞋带儿糖尿病。你要是个小学生啊，2天就会，那学的也快。但是超过40岁了，学的就不那么快了。这儿吧，这冰就这么厚就我说这就挺厚了就有2寸厚，这人就都上来了。但是那政府还搁人往下撵，怕掉进去。你像俺们自己就搁外头那个，就像这不都野冰吗？这么厚就上去还有点呼声呢。它也掉不进去。它咋的？刚冻的冰碴是横的，等那个快化前，到快清明前，那冰碴是竖的。所以说，那谁自己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像这一个冰大概有多厚呢？有多少厘米？现在呀，现在有这么厚了，就20公分左右，20公分多，达得有30多公分了，快1尺了。那居民是怎么来到河道呢？是从这个小梯子的。
马上我们就来到嫩江公园了。这是嫩江公园的抗洪胜利纪念塔，由此可见，过去这里嫩江曾发洪水，跟哈尔滨松花江边呢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而刚好呢，嫩江是松花江的一个最大的支流啊。我们来看一看冬天的嫩江。嫩江呢也是黑龙江一个城市的名称啊，它在黑河市的南边。我差点就去了一回嫩江市，因为当时大雪封路了，没办法，客车取消了。现在江边大道上行走健步，眼前就是嫩江。在纪念塔上有关于嫩江的一个介绍。嫩江源于兴安岭，注入松花江，流经龙江省西部千里山川。这里是防汛应急啊。这里有一个嫩江观景台啊。从卫星地图能看到，嫩江在流到这一段的时候，它的河道突然变得特别宽。咱们沿着江边走一走，这里有一个石碑啊，抗洪精神，纪念1988年、1989年齐齐哈尔军民抗洪而建。这条街可多烤肉店了。齐齐哈尔市被称为是中国烤肉之都啊，所以呢，街上到处都是烤肉店。就是45一斤，这里面这包含了。哦，明白。齐齐哈尔为什么被称为是中国的烤肉之都啊？我挺好奇的问这位老板，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他家原本是卖牛肉的，后来很多居民买了牛肉回去以后，发现家里没有烤锅，然后就来向他借这个烤锅。后来呢，慢慢的他家就提供这种烤肉的服务了，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家这个烤肉店。谢谢。这个两边变色了就可以吃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酱料。这个牛肉是腌制过的，所以还挺入味的，咸淡适中。它配上这个酱料以后就很香，里面应该是有花生碎，还有芝麻、孜然。这是一家清真烧烤店。
哇，太爽了！这个啤酒很给力，这啤酒好像还有一点点清甜的感觉。这里是半斤的这个牛肉，叫肋骨小排吧。齐齐哈尔烤肉传说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那个时候因为战争频发，当时的索伦部总管蒲奎喜欢吃烤牛肉，力大无比，倡导士兵呢也吃牛肉，以达到强身健武，从而大大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的目的。另外，又因齐齐哈尔地处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水草丰美，当地的赫斯坦黑白花奶肉牛肉质鲜嫩多汁，同时又因融合了满蒙古、朝鲜、回达斡尔、鄂温克等多个民族的烹饪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味。就这样渐渐的，烤肉成为了齐齐哈尔的城市名片。我感觉我还能再吃一点，又加了13块钱的烤肉，生菜8块钱，然后大概8两的牛肉是36块钱，还有那个排骨小肋是12块钱，这个炭火的一个费是25块钱，还有一瓶啤酒10块钱，还有蘸料是4块钱，餐具1块钱啊，合计96块钱。那个牛肉是没问题的，腌的也挺入味的，但是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蘸料，就是带一点甜味的，就是吃烤肉带甜味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在齐齐哈尔市看了丹顶鹤，吃了烤肉，又逛了逛城市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齐齐哈尔市，来到了黑龙江的省会城市哈尔滨。这是我第3次来哈尔滨了，上一次来还是上一次，上一次来大概是1个月前吧。看一下这个车站啊，在哈尔滨站前的哈肉联这里寄存了一个行李箱，10块钱。我来到了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如果你有看我前面的影片，会发现我在呼伦贝尔、海拉尔以及满洲里都拍了很多冰雕、雪雕的一个施工现场啊，就是一座一座的冰雪乐园将要拔地而起。然后呢，当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你看这些冰雪大世界要来哈尔滨，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冰雪乐园都不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个旮旯，就是一个角落。”我原本想进去看一下的，但我发现虽然这个冰雪大世界面积非常大，但是都围着这样的一个铁丝网啊，所以只能现在用飞无人机，然后用无人机的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吧。不知道是因为它造价特别高啊，耗资35亿打造的，然后呢，它的票价也蛮高的，据说今年的票价呢是最高的，达到320多块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地铁站。我看一下冰雪大世界那里拍了20分钟，然后我回到地铁站就要喝水，我发现这个口子全是冰渣。我回到室内，它已经融化了一点了，看起来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松花江，结冰了的松花江。因为40多天前我来的时候，它还是流水的。松花江呢是黑龙江，也就是中俄界江的最大的一条支流啊，全长有1725千米。现在是漂亮的蓝调时间，哇，这江边的风呼呼的吹。今天哈尔滨的温度是，早晚会比较冷，零下20度左右，然后呢，中午可能就零下12、零下14度。然后这一次拍到这个夜晚亮着灯光的那个缆车啊，现在是，这个冰面上的一个一个精灵一样，特别漂亮，也算特别圆满了这一次。停摆的状态啊，一直是有这个公安巡逻在江边的，防止人们踩踏在冰面上。啊，不愧是省会城市哈尔滨啊！你看这地面上那个雪扫得多干净啊，可以说一点的雪花都没有。也包括这个大马路上也是，积雪都已经清扫干净了。准备要离开哈尔滨了，现在要出发长春。如果在长春问本地人啊，长春的城区哪里最漂亮？可能很多本地人答案就是南湖公园啊。在南湖公园呢，这里被称为是这座城市的肺叶森林氧吧。像南湖公园是有238公顷啊，其中水面面积为92公顷。在2个月前啊，也就是金秋10月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吉林的省会城市长春啊。已经结冰了，湖面结冰还不牢靠啊，就是不要走到冰面上，以防危险。但是还是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居民也好，在冰上拍照啊。像这里拍照的话，跟城市的远景的天际线
河况啊，还挺好看的。就刚才小朋友自己用屁股在冰上滑。你看这个冰清玉洁的，根本掰不动它。我是今年10月1号来到东北的辽宁省阳地站，然后今天是12月4号，来东北已经2个月4天了。别的时候了，我买了今天从长春飞往南方的机票了，待会。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面积的总和约为199万平方公里，比整个西欧的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还大。我从辽宁省一路北上，途经吉林省、黑龙江省多个城市、县城、乡村，到达中国最北乡村漠河的北红村，又从漠河向南进入内蒙古，再从内蒙古回到吉林长春。一个人、一个背包、一个行李箱、5台相机，穿越东北4个省份，走过2个季节，从金黄的秋天走到雪白的冬天，拍了48集影片，涵盖人文、地理、历史等。前2天收到一位观众朋友的留言，他说从来没有看过其他博主以这样的广度和深度记录东北。可能你不知道，虽然我拍摄2个月，但我剪辑视频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2024年12月初到今天，即2025年3月19日，这期间除了去湛江拍了10多天左右的视频外，几乎天天都把自己固定在电脑前剪辑视频。记得剪到30多集时，我感觉我快剪不下去了，我特别想离开电脑，出远门到处走走，但我又做不到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一件事既然做了，就想把它完成。今天我终于把它完成了，而付出的回报也出乎意料。这几个月涨粉是最快的，从8万多订阅者涨到了今天的14万多。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订阅。东北之行之后，心中有种难言的虚空感，就好像一名作家，你把他的作品快全部看完了，没书可看了，但回头一想也不尽然，因为东北还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去过。也许若干年后的阿树闯东北第2季，我会把东北还没去过的地方走完。初见长春的南湖公园，碧波轻拂；再见冰封的它，已不动声色。这是阿树闯东北最后1集了，话音未落，莫名有点不舍，好像告别一位朝夕相处的老友。此一别，不知是不是永别，心中五味杂陈。谢谢大家一路陪伴和支持，有你们和我一起看世界真好。祝大家平安喜乐，爱与被爱，岁月静好。下一次旅行我们再见。